我做了个违背祖宗的决定，拒婚太子，下嫁马奴。人人都道我疯了，唯有太子松了口气。上辈子我与他帝后恩爱，如胶似漆。他死后，我也因悲伤过度追随而去。本以为此生圆满，却不想奈何桥边听到他吐露真心。崔明月出身世家门阀，我是不得已才娶了她。若非这段孽缘，我又怎会辜负此生挚爱？如有来生，我定不会重蹈覆辙。是以双双重生后，我打算如他所愿，亲手斩断孽缘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我死的那天，新帝请出了裴玉遗诏，皇后崔氏德行有失，褫夺封号，降为答应。崔氏死后不入皇陵，葬于北山，子孙后代不得祭祀。下葬时须以发敷面，口含米糠，一切丧仪从简。每念一句，我的脸色便白上3分。我和他年少夫妻，是世人口中人人艳羡的恩爱帝后。我想不明白到底为什么，直到奈何桥边，我躲在3生石后，听到了他声声含恨的控诉。崔明月出身世家门阀，我是不得已才娶了她。我与静书青梅竹马，早已互许终身，却因为崔明月的存在，只能委屈她做妾，最后导致她抑郁而终。若非这段孽缘，我又怎会辜负此生挚爱？如有来生，我定不会重蹈覆辙。沈静书。我想了很久，依稀想起后宫确实有这么一个人，柔顺低调，身子弱，极少出现在我面前，所以并不记得他的容貌，只记得是裴玉下的旨。他说他出身低贱，日后不必请安，以免脏了皇后的眼。那时我满心不解，还为此和他冷战3天，却不想自己才是那个蠢货。我想冲出去质问他为什么这么对我，可我口含米糠，说不出话了，眼泪滑落口中，苦涩绝望。原来人即便死了，心也还是会痛的。小姐，您刚病愈，不能吹风，奴婢扶您回帐中休息片刻吧。再睁开眼，婢女小桃正担忧地看着我，不及回答，身后传来一道刻薄嗓音：崔明月，你怎么这么没用？被一个奴婢抢了风头不说，还把自己搞得这么狼狈。呼吸一滞，那人又啧啧2声，真可怜，眼看就要嫁入东宫，殿下却在这个时候变了心。出身崔家又如何？还当真以为全天下的好事都叫你遇见了呢？尚来不及反应，人群突然传来骚动。狩猎场中，裴玉垂眸，宠溺地看着身旁的粉裙女子。这是经过驯化的雪狐，狐皮温暖，你抱着它便不会觉得冷。粉裙女子面色娇羞，正是沈静书。看着并肩而立的2人，我终于后知后觉反应过来，裴玉和我一起重生了。上辈子秋猎，这只雪狐本是他特意命人从雪山寻来送我的，说要当做我与他之间的定情信物，如今却被他迫不及待拿来讨好别的女子，当真可笑。思忖间，沈静书侧身露出大半张右脸，只一眼，我瞬间僵立在原地。我不识得沈静书，但我识得这张脸。上一世，裴玉身边有个得宠的太监，就长这样，甚至连鼻尖上的嫣红小痣都一模一样。那时裴玉刚登基，朝政繁忙，极少来后宫，我忧心他的身体，便炖了补汤送过去。正好撞见小太监衣衫不整的从寝殿跑出来，裴玉没好气地跟我解释，笨手笨脚的，侍奉个茶水都不会，洒了朕一身。顺着他手指的地方看过去，下摆处确实湿了一大片，我自然信了。如今回忆起来，裴玉脸色潮红，分明是刚经历过事的模样。许是我的眼神太过冰冷，裴玉似有所感，突然抬头，隔着人群看过来，四目相对，他微怔，厌恶渐渐浮上眉眼。我神色平静，默默撇开脸，待感受不到那道目光后，方才重重吐出口浊气。果然，人在相看两厌的时候，多看彼此一眼都是折磨。我没料到沈静书会突然冲过来朝我跪下来，他趴在我脚边，嗓音哀切：奴婢自知身份卑微，不配和崔姑娘站在一起说话，
我眉心一跳，正要让开，却被他紧紧抓住裙摆，一丝得意闪过。他哭求：可有些话，奴婢不得不说。奴婢心悦殿下，只想陪伴殿下左右，哪怕无名无分，也不在乎。我怒意上涌，甩开他。你心悦谁，关我何事？沈静书愣住，言辞闪烁。可您与殿下门当户对，又是陛下钦定的太子妃人选，奴婢这才……你不要胡言乱语！我呵斥出声。女子清白何其重要，哪容得下你在此胡说？陛下何时下的旨赐的婚，我怎么不知道？假传圣旨，可是死罪。他一惊，身形萎顿在地，惊慌辩解：我没有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够了！裴玉满目怒色，将他拉到身后。崔明月，你若有气撒我身上便是，何苦为难静书？我为何生气？他警告地瞪了我一眼，没有作声。我敛了笑，猝不及防反问：还有，我是崔氏嫡女，又习礼教，师承大家，懂礼仪之廉耻。我外祖乃开国大将，军功赫赫，配享太庙。殿下告诉我，我为难一个奴婢做什么？话落，裴玉面色瞬间苍白。回溯竟能回溯人的一生，也能窥破人的心魔执念。我在奈何桥边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。上辈子裴玉被迫娶了我，又厌弃我的原因，便是因为这个。而这个原因，他心知肚明。尖细的唱惹声传来，是陛下来了。众人纷纷跪下叩拜。待他落座，问起狩猎收获。裴玉忙上前答话：回父皇，眼下儿臣所狩猎物数量是最多的。闻言，陛下眉眼含笑：好，当赏。裴玉喜不自禁，撩起衣袍，刚要跪下，我抢先一步拜了下去，恳切道：陛下，臣女以为殿下已至婚配之龄，当赏一段天赐良缘。四周一静，纷纷露出古怪神色。裴玉神色难堪，欲言又止，我全当没看到。上位者笑问：明月可是恨嫁了？我刚要摇头，目光一凝，一张棱角分明的脸映入眼中。这人穿着粗布衣衫，做马奴装扮，身形高大，站在众人身后，无人注意。但他那双眼深邃犀利，似能洞彻人心。脑中闪过破碎的画面，我忍不住蹙眉。这张脸如此熟悉，到底在何处见过？未来得及想明白。陛下哈哈一笑：行了，朕不逗你了。既然明月主动提起，那朕这便为你和太子赐婚。父皇，陛下，我和裴玉同时开口。他指尖用力，脸色难看到了极致。收回目光，我再次躬身跪拜，扬声道：太子殿下与沈姑娘乃天作之合，天赐良缘，求陛下为二人赐婚吧。猎场空旷，声音顺着风传出很远，一时间全场都安静下来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头顶响起不悦的嗓音：你不想嫁给太子，可是被太子伤了心。你莫怕，只要你说出口，朕便为你做主。一个贱婢想入东宫，也要看朕准不准。躲在裴玉身后的沈静书脸色苍白，他求助般望向身前男子，却看见他隐忍地攥紧拳头，目光如刀落在我身上。但我对他毫不在意，反倒借着余光往角落里又看了一眼。忽然脑海中闪过什么，双眼一亮，是他。许是我的视线太过直接，陛下也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。那马奴早就垂下头，借着骏马的遮掩，令人看不清面貌。天子粗粗掠过，便收回目光，假意轻咳，带着一丝不悦道：明月心仪的对象莫非是一介马奴？我还沉浸在思绪中，眼前人的脸和记忆中的人缓缓重合在一起。听见陛下问话，便下意识回道：对，是他。话落，满座皆惊，唯有太子裴玉松了口气。他急切地上前一步，在距离我3步之遥跪下，言辞恳切地朝着上位者高呼：父皇，儿臣和崔氏女皆心有所属，若是勉强凑作一对，反倒给这世上徒添一对怨侣。父皇也曾年轻过，定然能懂儿臣所思所想。儿臣不想错过心爱之人，从而悔恨终身。
求父皇成全，句句振聋发聩，引人动容。可他忘了，陛下少时曾与一名宫女私定过终身，后来他亲手斩杀那宫女，转身求娶了丞相嫡女为后，也就是太子生母沈氏，这才从不受宠的皇子一跃坐上皇位。昔日爱人的血铺就黄泉之路的事，是他的逆鳞，而太子这番话无疑是戳到了天子痛处。九斩砸下来的瞬间，裴玉朝一旁躲去，我与他距离极近，他能躲，我却不能躲。溅起的石子眼看就要打中我的脸，眼前一花，父亲冲了过来，堪堪挡在我身前，手起手落，清脆的巴掌声混着他的怒骂：逆女，婚姻大事父母之命，岂容你胡言乱语？趁众人未曾留意，他压低声音朝我使眼色：太子再混账也是陛下亲生的，你跟着闹什么？嫌命太长吗？说着旋身叩拜，不顾脸面，朝着上位者哭嚎：陛下，老臣有罪，教养出如此大逆不道的女儿。臣一把年纪，膝下就只得这么一棵独苗，他阿娘把他视作眼珠子，宠得不知天高地厚，如此顽劣，怎能高攀储妃之位？老臣实在惭愧，愧对陛下厚爱，这便主动辞去太子师一职，闭门思过。父亲曾说储君胸无沟壑，早就不愿做劳什子太子师。崔氏乃百年世家，名满天下，门生众多，上至天子，下至贩夫走卒，一人高呼，万人响应。曾做过10几年皇帝的裴玉更清楚，高攀的那个人从来都不是我。短短1日时间，流言蜚语便传遍了大街小巷。太子为了乳母之女，不惜忤逆君上，被关了禁闭。陛下下旨，何时想明白了，何时再来见朕。当晚，本该禁足的裴玉披着月色，爬墙来到我院中，甫一照面，他便道：崔明月，孤要与你做一笔交易。隔着窗，他没看到我眼底的晦涩情绪，自顾自道：孤要你对外宣称静书为你选房表妹，并亲笔手书一封，引荐他入崔氏女学。我挑眉，难掩诧异。崔氏女学不论出身，凡德性、文采出众者，通过考教便能进学。上一世，我主持女学多年，曾在卷宗看到过沈静书的题卷，落笔生疏，前言不搭后语，可见其文采一般。也就裴玉眼盲心瞎，将它视作珍宝。收回思绪，我忍不住开口：理由呢？若他当真有本事，直接参考便可。裴玉深深看了我一眼，沉声允诺：太子妃之位。见我沉默，他心不甘情不愿地解释：孤会按照父皇的意愿选你为正妃，届时静书便是侧妃。待孤日后登基，准你假死出宫，静书便能顺理成章成为继后。你不是一直向往山川河流吗？如此一来，也能落得个逍遥自在。月辉轻洒在他盛满了憧憬的脸上，我神色倦怠，垂下眼，眼下眼底嘲弄：皇权至高无上，想坐上那龙椅的可不止他一个。前丞相府早已门庭落寞，上一世若非我崔氏力挽狂澜，这皇位也落不到他头上。但这些话我不会说，转而回他：若我说不呢？崔明月，裴玉很生道：除了孤，无人敢娶你，莫要做那贪心不足蛇吞象之辈，那便不嫁。我缓缓抬头，盯着他的眼睛，一字一句地回道：殿下许是太过自信，以至于忘了一件事，那便是于我而言，你从来都不是必选。话落，转身关窗，一气呵成，任太子在外无能狂怒，内室烛火如豆，映照出一双幽深黑眸，四目相对。黑眸主人举起五花大绑的双手，语气嘲弄：崔姑娘命人连夜将我绑来闺房，莫非只是为了让在下听一出你与太子的爱恨情仇？此人正是那马奴。他换了装扮，虽还是仆从做派，可没了刻意遮掩，一眼便能看出气度不凡。回程途中，我花1万两雇人把他请来，藏于房中。谁知道这些人办事这么不牢靠，竟然把人给绑成这种模样送来。再加上太子突然到访，
生生耽搁了许多时间。一时间，我不知道该如何作答，便干脆闭上嘴，默默来到桌边，给自己灌了一杯凉茶，冷水下肚，神思清明几分，适才破釜沉舟道：“季公子，我需要你帮个忙。”话落，原本还自得的男子面色一正，脱口而出：“你识得我？”岂止是识的，上辈子我还曾失手砸花过他的脸。这事说起来有些难以启齿。此人名唤季三，出自云州季氏，正是万千河道水运之首的季家。陛下在位时有意打压以季氏马首是瞻的曹邦尚不成气候，直到裴玉登基，他治国无能，曹邦10万水军终成气候，与朝廷分庭抗礼。后来裴玉驾崩，季家家主季云行竟命季三带着聘礼入宫向我提亲。我只顾着恼怒，砸烂一地花盆，无意中伤到他的脸，伤口狰狞，看不清晰容貌，只依稀记得他有双很亮的眼睛，且他嗓音平和，但说出口的话大逆不道。他说：“我家家主对太后一见倾心，愿以10万水军作为聘礼，迎娶太后下嫁，还望太后认真考虑。”我骂他季家是痴人说梦，却不想重活一次。上赶着结亲的人变成了我，收回思绪，我看向他，郑重开口：“我想与你家家主结亲，还要劳烦你转达此意。”话刚出口，季三先是一愣，继而眉心狠狠一皱，踌躇道：“崔姑娘，容在下多嘴一问。”我做出请的手势，他酝酿半晌，语出惊人：“季家现家主如今年逾50，府中早已有正妻不说，更有8房妾室。”我心头一跳，又听他狐疑不定地问：“以你的身份，当真要嫁给他做妾？”话音落下，我脸色瞬间涨红，因为重生的太过仓促，一时间我竟忘了，如今是承平28年，距离季云行坐上家主之位，尚有3年时光。见我面色尴尬，季三扭了下被绑得酸痛的四肢，无奈开口：“崔姑娘，有什么话要不替我松绑后再说？”啊，对不住。我忙起身，悉悉索索的动静后，绳索落地，季三站起身，离得近了，我才发现他身量极高，垂眸看过来的目光充满压迫。我避开他的视线，斟酌再三开口询问：“那季氏族中可有一位名叫季云行的男子？崔姑娘要嫁之人，莫非是他？”季三不答反问。我抿唇，摇了摇头，算了。话锋一转，还不知道季公子尊姓大名？上辈子他自称季三，我猜测大概率是化名。季三冲我挑眉，悠悠道：“巧了，在下在族中排名第3，人称季三。”我一展眉心，心道他怕是不愿透露真名。谁知下一瞬，他缓缓开口：“本名季云行。”那一刹，我惊呆在原地，原来他竟是季云行。可上辈子，我确认自己并不认识他。第10次叹气后，小桃终于忍不住开口询问：“小姐，你怎么了？是还在为了太子殿下的事烦心吗？”自然不是，只是想到季云行应下合作那日似笑非笑的眼神，我就羞愤难当。见我不欲多言，小桃将一本册子呈上，小声嘀咕：“那沈静书当真是给脸不要脸，小姐已经亲自手书一封，推荐女学破格录取。可她竟毫不感恩，反倒借着太子殿下的事，数次命人递话进来，催促夫人为她录名。凡入崔氏女学者，都会拿到一份独有的身份名牌，上面有阿娘给他们的寄语。这个传统是曾祖母传下来的，又叫录名。后来我做了皇后，统领女学，录名之人变成了我。我没看册子，直接提笔在宣纸上落下一句：人生亦如也，春风不自由。这体面他想要，便给他罢。小姐，您如此妥协，岂不是正中他下怀？我看向窗外，秋意渐浓，天凉了。我勾唇，将最后一笔批语落定，语调悠长地道：太子想将他捧上高位，那咱们不如推上一把。有些东西越是求而不得，
越是珍惜，反之就不一定了。小桃似懂非懂的点头，小姐说的都对。我不由失笑。近来京城中最热闹的事，莫过于前丞相府找回了失踪多年的远房表孙女。这表孙女不是别人，正是沈静书。丞相府身后是太子撑腰，虽明知缘由，却无人敢知会。一时间，沈静书风头无量，裴玉带她游湖、登山、拜月老，丝毫没将我的脸面放在眼里。全京城的茶馆里，津津乐道的皆是崔氏女被太子狠狠辜负的绝情戏码。爵位轩包厢内，纪云行时不时看我一眼，待看到第4眼，我忍不住了。纪公子，有话不妨直说。闻言，他轻咳一声，道：若是太子知晓，这戏本乃是你亲手编撰，岂不是会气得吐血？我摇头，他确实会吐血，因为太子此举羞辱的不仅仅是我，还有陛下。裴玉同我一样，重生的太过突然，以至于他忘了自己还只是太子。更重要的一点是，他笃定自己能如上辈子那般顺利继承皇位，所以言行放肆。可我既然能不嫁他，皇位也能旁落别家。收回思绪，我问纪云行，上次咱们商议的事，纪家主可考虑好了？自然。他答得利落，转身从怀里掏出一枚玉佩，双手奉上，诚恳道：只要崔姑娘能助我纪家摆脱当下困境，日后10万曹帮水兵尽数听你调遣。这便是信物。我接过玉佩，上面代表纪氏族徽的8瓣莲花跃然其上。我有些想笑，也确实笑出了声。裴玉死得早，怕是做梦都不会想到，上辈子种下的果，这辈子会被我拿来对付他。说曹操道。我和纪云行刚要离开，迎面就遇见了裴玉。他被一大群公子哥簇拥着，正朝2楼雅间走来。四目相对，他神色一暗，不知是谁喊了一声：咦，没听说沈姑娘请了崔明月来赴宴啊？众人纷纷朝我投来疑惑的目光。也就是这时，裴玉的视线越过我，落在低着头的纪云行身上。他纡尊降贵，开口说了第一句话：你好歹出身世家，行事还是注意些分寸，不要什么烟杂货色都能与之同行。我满心不耐，正要反驳，殿下，刚刚说话的男子忽然开口：诸位快看这人身形，好像那日在狩猎场上崔明月心悦的那位马奴。一语哗然，各种不怀好意的目光直直看过来。纪云行是隐姓埋名进的京，为了掩人耳目，他大多数时间都是做马奴装扮。我微微蹙眉，却未做辩解，只是不动声色地朝他递了个眼神，不带有动作。一道娇软女声传入众人耳中，怪不得事后殿下便寻此人而不得，原来早就被崔姑娘给藏了起来啊。是沈静书。她拨开人群，笑着走到裴玉身旁站定，锦衣华服，满头珠翠，熠熠生辉，与素面朝天的我形成了鲜明对比。我懒得与他做口舌之争，可他偏偏自己撞上来。我淡了笑，若我没记错，今日是学院考评的日子，而前来赴宴的众多女子中，有不少眼熟面孔。沈静书顺着我的目光看去，唇畔勾起浅笑，忍不住得意洋洋地开口炫耀：学业考评每月一次，简直是浪费大家时间，夫子们不烦，我们都烦了。难得出来聚一聚，崔姑娘何必扫兴？蠢货！我忍不住骂出声。这其中甚至不乏有家境贫寒，需靠考核奖金度日之人。沈静书这段时日在书院拉帮结派，搞得乌烟瘴气，如今又怂恿学子逃学，果然如我预料那般，烂泥扶不上墙，当真难当大任。见我满脸嫌弃，沈静书倏尔红了眼眶。裴玉将一切尽收眼底，他老母鸡护犊子般挡在沈静书身前，与寒责备：崔明月，你好大的威风，莫说这女子学堂尚未有你接管，就说眼下你也只是学堂里的一届女学生罢了，哪里轮得到你来指点对错？自然。我语调平常，顺势朝外走，错身而过的瞬间，
我挑衅道。可这学院毕竟姓崔，殿下连学生都不是，又哪来的资格对我诸多智慧？裴玉脸色猛然阴沉，下一瞬，他突然伸出手，指着即将步下阶梯的纪云行，语气很冲地开口：“你抬起头来。”前世，纪氏蛰伏多年，纪家家主更是神秘，未曾有一幅画像流传坊间，是以裴玉并不识的纪云行。可我不敢赌，如今天子对曹邦虎视眈眈，正愁没有机会整顿纪氏。若是被他知晓纪家暗地里派人入京打点京官，岂不正中下怀，进退两难间？纪云行缓缓抬起头，露出一张平平无奇的四方脸，扔在人群中都不会引人注目的那种。他故意压低声音问：“殿下，不知道唤奴婢何事？”恭敬有余，却不卑不亢。裴玉烦躁道：“孤身边正好缺一名驯马之人，从今日起，你便跟着我吧。”我不答应。不等纪云行答话，我干脆拒绝。崔明月，你别不识好歹，你将一个马奴带在身边招摇过市，可想过老师的颜面？他口中的老师便是我父亲。我掩露嘲讽：“当初在狩猎场，我坦言心悦马奴时，殿下可不是这么说的。”他面色微僵。我拔高音量：“殿下说你与崔氏女皆心有所属，若是勉强凑作一对，反倒给这世上徒添一对怨侣。陛下也曾年轻过，定然能懂你所思所想。你不想错过心爱之人，从而悔恨终身。”最后，我看着他，神色认真。还好，殿下与我之间这段孽缘斩断的及时，否则悔恨终生的人就该是我了。重来一世，我将这株心之言原封不动地还给他。不出一盏茶的功夫，茶楼里的说书人从太子的风流轶事讲到了民间父子嫌隙，流言可怖。更何况陛下本就多疑。当晚，纪云行便出现在我房中。据探子来报，晚膳后，陛下传太子进后殿议事。不过半刻钟，里面便传来争论声。听说陛下一怒之下，拔剑砍伤了太子，如今全城宵禁，太医院的人连夜被接入宫中。陛下下旨封锁消息，全力医治。我难掩诧异，什么深仇大恨，要下如此重的手？为太子医治的地方被围得水泄不通，我的人打探不到。我干笑两声。晚膳不过才过去不到2个时辰，纪家便得到了消息，怪不得就连陛下都忌惮颇深。许是听出我语气中的试探，纪云行低笑，朝我走近一步。若没有点真本事，又怎能和崔氏女做交易？烛火之下，他眼神幽深，盛满了我的身影。我不是未经人事的少女，刚嫁给裴玉头2年，我们也过了一段没羞没臊的日子，所以我一眼便看出，纪云行的眼神是男人看女人的眼神，似是察觉到我有些不自然。他错开眼，轻咳一声，视线落到别处，哑声道：“楚君伤重，崔姑娘这招借刀杀人，当真厉害。不出几日，朝廷怕是要有大动荡。我也没想到陛下气性如此大，竟会动刀。正如纪云行所预料的那样，这动荡来得极快，且还是沈静书引起的。说来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，沈静书本就出身农户，如今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。他娘家表兄竟当街调戏了御史台孙大人之女，此女刚烈如其父，一头撞死在宫门前。正逢百官下朝，看着眼前惨烈情景以及孙大人之女留下的血书，瞬间群情激愤，转头进宫弹劾。偏偏沈静书仗着自己有太子宠爱，于书院中横行跋扈。孙大人之女为人仗义，喜好结交，本就有3、5好友。众人归家后，听闻好友竟被泼皮无赖当街调戏，按照我朝律法，本应有牢狱之灾。可那人不仅依旧逍遥，反倒变本加厉地骚扰官宦家人，不过是仗着太子撑腰罢了。就是崔夫人，咱们理解您破格收这种人的无奈，可眼下他如此不堪，我等实在不愿再同他待在一处屋檐下，这便从崔氏女学离开，
免得到时候落得孙姑娘那样的下场。众人义愤填膺来找我阿娘时，我就在一旁听着，等大家的情绪好不容易平静下来，阿娘侧身问我：明月，你以为此事当如何处置？我知道这是阿娘对我的考验，略加思索，便脱口而出：昔日先皇后曾赐祖母一块铁券，而这铁券上可问责帝王，下可问责百官。既然沈姑娘自称东宫女主人，那便是太子之过，和该太子站出来给个交代才是。可太子出不来了，他伤势过重，至今昏迷不醒。陛下怕此事传出去伤了自己威望，只得谎称裴玉生了重病。再加上他本就对沈静书不满，当即便下旨，沈氏一族不论男女皆流放漠北苦寒之地，永世不得归京。沈静书闹了几次，嚷着要见太子，被狠狠打了几次，彻底老实了。太子消失的日子太久，渐渐有流言蜚语传了出来，一时间朝堂震荡，催促太子上朝的折子如雪花一般飞入宫中。坊间甚至开始有传闻，说陛下可能要废太子。天子一时间焦头烂额，反倒抽不出时间打压曹邦。季家得了喘息之机，马不停蹄地开始为船舶装备兵刃。季云行飞鸽传书前来道谢，信中他提及家主之位已尽在囊中。最后他问我，朝已有100年未有寒潮，给船舶装备兵刃是一笔不菲的开销，确定要这么做吗？我抬头看向灰蒙蒙的天际，按照时间推算，再过不久，一场寒潮将打得所有人猝不及防。前世曹邦便因此事元气大伤，没了与朝廷抗衡之力。而这次，我要趁裴玉耽于情爱之机，彻底断了他的所有后路。半个月后，太子悠悠转醒，就在众人忐忑该如何交代沈静书之事时，他却像变了个人似的，强撑着尚且虚弱的身体，乘马车来崔家，提出要见我。水榭里，裴玉披着厚厚的狐狸皮，面色苍白，虚弱的几乎坐立不住。明月，姑前段时间是一时糊涂，还望你不要怪罪，咱们婚约继续可好？我难掩诧异，本以为他是来问罪的，谁知一开口便是要求去。他取出一份明黄色的卷轴，摊开来，硕大的赐婚2字刺痛了我的眼。裴玉捂着胸口，艰难道：出宫前，我已向父皇求得赐婚圣旨。明月，我是真心的，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我静静看着他不含一丝真情的眼睛，差点笑出声。裴玉，我勾唇，让我猜猜，莫非近来民间传闻陛下要废太子，难道是真的？再加上前段时间的消失，已失了部分臣心，若再没了世家门阀的支持，怕是离被废不远了。话落，肉眼可见，他的脸色又灰败了3分。我们不是说好了，姑许你太子妃之位，他日登基称帝，便放你自由。明明你也应下此事，如今却反悔不认，难不成是在捉弄姑？我何时答应了你？崔明月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只要姑登上高位，哪怕是封地，姑也与你。我不答反问，你见过沈姑娘了吗？她怎么了？裴玉语气防备。我笑了笑，无所谓道：没什么，她犯了错，何足流放罢了。你说什么？他猝然起身，却因本就失血过多，踉跄着朝后倒去，后背重重磕在栏杆上，发出一声痛呼，紧接着便吐出一口鲜血。看着他这副模样，我犹不解恨，继续刺激他。原来你在3生石边口口声声说的，若有来生，绝不辜负此生挚爱，都是说说罢了。自私自利之人，又何来真心？闻言，裴玉满目震惊，双腿一软瘫坐在地。陛下砍伤储君的事，终归是纸包不住火。在寒潮到来之前，悄然在各个茶楼成了众人议论的饭后余资，以至于御史台的弹劾飞到皇帝桌案上时，他还有一丝恍惚。早朝时，老年丧女的孙大人更是言辞犀利地将他抨击得羞愤欲死。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
陛下承受天命，却做出如此凶残之举，简直骇人听闻，哪里有明君之姿，分明是暴君。储君耽于儿女情长，纵人行凶而不闻不问，至今未有交代，如此失志，德不配位。还请陛下早日改立储君，昭告天下，以慰民心。天子不语，但天子将这话听进了心里。裴玉本想借受伤一事逼皇帝退位，却不想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一怒之下，他连夜跑出京城，调集城防营5000兵甲，围困皇宫。这一晚，都城下了100年难得一见的鹅毛大雪，宫殿的鲜血被大雪覆盖，一片静谧，好似从未发生过一场厮杀。可我却知道，裴玉败了，他仓皇难逃，可风大雪骤，船行艰难。等他恍然从回忆中搜罗到有关这场暴雪的记忆时，曹邦10万水军已破冰北上，京城刚刚经过一场争斗，城防空虚，加上我里应外合，轻易便破了皇宫守卫，兵不血刃拿下京都。再见裴玉时，是在一艘花船上，他姿色俱佳，又伤了根本，举手投足间犹如弱柳扶风，许是被折腾得狠了，脸色惨白，眼角淤青。我从船边经过，瞧见我，他整个身子几乎探出窗外，声嘶力竭地喊我的名字。可很快，就有人捂着他的嘴巴，将人拖了回去。窗门紧闭，紧接着便是拳打脚踢之声。我目不斜视，继续往前走。小桃跟过来，嗓音唏嘘：“小姐，先太子怎么沦落到这种地步了？”自然是我安排的，但我没说出口。重生后，我便清楚地明白一件事，那便是裴玉恨我，更恨崔家。一旦他登基称帝，这次崔氏必将万劫不复。事实也正如我猜测的那样，纪云行的人查出，裴玉与沈静书欢爱时曾无数次提起过，待他登基，定将我婚配给最低贱的马奴。那我便如他所愿，与假马奴唱一出戏，令他放松警惕，最后再来个迎头痛击。离开京城这日，已是新帝的纪云行前来给我送行。他问，若我承诺此生只你一人，你可愿留在京城，与我共治天下？不愿。我回答的直白，上辈子被困宫墙半生，这辈子好不容易脱离苦海，我可不想再跳进去。见我神色坚定，纪云行苦笑，却并未勉强。他说，我曾许诺过你，10万水军听你调遣，那枚8瓣莲花的玉佩便是信物，见此玉佩便如见家主，从此以后他们只会听你的。虽然震惊于他如此磊落，但我并未推辞，这是我应得的。道别后，我利落上马，未再回头，朝着心中的山川河流而去。此生，我想换一种活法。纪云行番外，我做了个梦，梦里有个雍容华贵的女子，我看着她苦学诗书，循规蹈矩到母仪天下，为天下女子表率，可她并不开心。我不知道为什么看她不开心，心里会有一种酸涩的情绪。直到她双居宫中，我前去求娶，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她如此生动的表情，只是却是最后一次。她死了，追随亡夫而去，道是情深，这是我对她最后的印象。这梦循环往复，直到我在京郊再次见到她，活生生的她，原来她是崔氏女，还是个胆大包天的崔氏女。她竟出1万两银票，命人请我一见，那可是1万两，我竟这么值钱。出于对1万两的尊重，我让手下将我五花大绑，送去了她的闺房。看着她故作镇定地抽动嘴角，心情颇好。什么？她说想与我结亲，心情更好了。只是最后，大业已成，她说自己不愿困于宫墙，婚约作废。我心不甘情不愿地送走了她。回宫后，我在她上辈子住过的庆和殿哭坐了3日，脑海中满是她的一颦一笑。第4日，我想明白了，这皇帝谁爱当谁当，老子不干了。将帝位交给族中最聪慧谦逊的子弟后，
我迫不及待地追着崔明月而去。我偷偷看过他写的字：人生亦如也，春风不自由。我管他春夏秋冬风自由不自由，我只要天上那轮明月永远自由。全文完。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